授，这是我们谈论中国新闻以来，真的让我毛骨悚然，真的让我觉得真的出大事了。这是共产党新闻，这个共产党新闻里面居然讲到审议关于20届中央第3轮巡视情况综合报告。刚刚讲到是由习近平主持会议，主持会议里面有一句话让所有人感觉到情势不对，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要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要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哦，什么叫做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现在习近平以前不是讲吗？他不就搞个改革开放内饰，他要强调他的意识形态，他不救市的。之前先丢了一些钱救市之后，现在刚刚讲，我还要再丢10兆的人民币来救市了。而且最近中国真的出了非常多很奇怪的事情。第一个就包括说，像刚才发的那个文章，什么叫做领导班子能上能下？实际上那是在这个主持中央的会议里面来说话。当然他也没有说谁不能上谁不能下，所以意思是说谁都可以换，是不是这样的意味呢？可是不对呀。之前不是讲吗？你现在习近平以前你已经打破10年一任的这个惯例了，对，你现在看起来你就是一统江山了。现在根本没有领导班子能上能下的，那现在要领导班子能上能下，不是就讲你习近平能上能下吗？对，所以这是个非常诡异的这个讯号。另外一个诡异的讯号是什么？今天路透社的最新消息是说，他在11月初的时候，他们开这个人大常委会的时候会批准这个10兆人民币的这个债券，这主要要救市。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在这个国庆日之前已经推出了一个8000亿的这个救市，但是显然8000亿的救市是打水漂。打水漂的话，他现在准备要发个10兆。那10兆来说的话，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是说，这个可能是针对未来的可能川普当选之后呢，对中国的经济局势呢，他要先打一个预防针，就是我先把钱准备起来，以因应假设川普当选的时候，我可能会中国出现一个经济的这个变局。所以说，当时我们看到了台湾现在全部提高警觉，我们面对康瑞台风这个强大的台风袭击的时候，全世界也在迎接一个巨大的台风。没错，现在全世界都在迎接这个川普台风，对，或川普飓风。川普这个飓风来了，会摧枯拉朽，所以中国它很多东西开始松动了。他打出了10兆人民币的这个金流，先出来准备好因应可能未来的经济的这个冲击。好，那我就讲为什么这个很引人注意呢？因为第一个，这个不像是习近平的手法。为什么？因为习近平在过去一段时间他就说，我们不要用这种所谓刺激的这个方案，他是反对这样的刺激方案哦。就没想到，在这个国庆日前，他先丢出这样。就国庆日的这个所谓前一天的晚会里面来说，温家宝跟李瑞环2个坐在他旁边。对，当时人家就说，你这个好像不是你的手笔嘛。所以说，要把这个10兆的这个所谓的债券，对，要把跟温家宝那天坐在一起，是因为2008年当时温家宝在因应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对，他做什么事情？他做的事情就是印钞票。对，他当时用4兆人民币的这个方法，他这次再来这样一次的一个状况。好，那还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因为你看最近呢，刚好李强他有到越南去访问哦。他在越南去访问的时候，他所接受到的规格是总书记的规格，所以他跟你说，李强也变得很重要。李强原本大家不是都完全不理他吗？他也变得非常重要。然后张又侠去也是很重要，所以就知道实际上已经有非常不寻常的这个影子发现。而且我们知道，事实上在今年的这个前一阵子8、9月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到，习近平居然有高达2个月的时间不在。那2个月时间不在的时候，这个时间点是衔接什么时候呢？北戴河会议那个时候前后的时间点，他有2个月没有现身，而且是真的都没有现身哦。当时就甚至还有人传言说他身体出了这个什么问题嘛，中风。后来他不是出来了吗？可是出来之后，你看他就面临到什么？好像他被削权啊。军事上面来说，你看张又侠的这个地位往上提升，李强的张又侠的特别是以前很多的会议只有军委会主席可以拍板定案，没有想到在军委会主席不在的状况下，是张又侠可以决定。对，而且在中国很多媒体的报道里面来说的话，习近平跟张又侠是可以名列在标题之上，这都是非常罕见的一个情形。另外一个什么罕见的情形呢？就是这一次的联合利剑2024B 的这个军演啊，不是原本要风风火要干一场，就没想没多久就结束了。早上5点开始，下午还没下班就结束了。对，那就有人说什么？习近平他好像有一点不在这个
演习之内的感觉，因为他没多久就马上到东山岛去视察。当然，很多人就说他其实是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啊，那他变局外人，对，跑到那个地方去巡视一下。当然这是揣测，但是你看，如果没有这些所谓中国内部的揣测呢，往往可能逼近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不会空穴来风，不会突然流出来嘛。那再加上说，你看最近习近平还去了这个六尺巷，这个大家各让3尺，然后他对印度的态度、对澳洲的态度、对菲律宾的态度都完全变得不一样。然后连这个北韩对你的态度也是不理不睬，不想甩你。连普丁看到你来说，跪地下低，过去你还说跟普丁说，我们来这个100年的变局，我们一起来改变嘛。现在普丁不想跟你改变，普丁自己拉着这个金正恩在改变。所以呢，事实上现在整个氛围跟过去你看起来的话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一定是我们可能很难知道。但是你从俄罗斯、从北韩、从越南这些，他们跟中国都非常亲密的，他们都知道中国内部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从他们对待习近平的态度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说，可能习近平目前的地位真的有一些动摇的这个状况。所以吴总，现在中国大陆真的出现了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大变化吗？刚才讲在北戴河会议之后，习近平居然就消失了2个月的时间。现在当然有讲，现在当时中国的元老或中共的元老全部齐起来去跟习近平抗议，让习近平非常的难堪，让习近平非常的一个愤怒。习近平愤怒之后回来了以后，很多他本来不会做的事情，他居然做了。第一个，他从来不救市的，他跑去救市了；第二个，他从来不退让的，他对印度退让了；他现在他也对菲律宾退让了，他甚至也对澳洲退让了。今天更怪的是，今天特别是在这么样的谈话里面，他特别强调，我要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要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你说这在中国的发言里面是惊天动地的。对，因为这个四中全会啊，时间日期它定不出来嘛。那这个新华社这个稿是政治局的中央政治局的10月份的例行会议的开会。他开会的表面上是审查一个巡视结果，怎么突然间出现这两句话？这2句话跟这个全文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怎么会民主集中制严格推行？对，那原来的习核心怎么办？对。那还有领导干部要人上人下，那是谁上谁下？对，所以这个就变成你这几年搞的是习思想，是搞的习体制，是习定于一尊。现在怎么变成民主集中制又可上可下了？这是第一个我们不要去推论到太远了就是看到一个政治新闻有这个味道已经出来了。但是你要回头过来看它的经济新闻才更可怕。你说那个10兆的债券，今天的最大的新闻，全世界都注意到路透社的新闻嘛。路透社新闻讲得很清楚，就说他将来在年底之前，路透社是29号报道，他说11月4号至8号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最后一天会通过新的财政刺激方案，是10兆人民币。但前面就更有意思的话喽，路透社怎么讲，你知道吗？他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打赢选战，北京可能宣布更强而有力的财政刺激方案。你说10兆只是前菜，川普当选还有更大的。这个10兆就是针对川普就当选的可能性，他们要准备要救市。对，就川普我们昨天谈的嘛，川普如果当选的话，中共会面临到非常大的压力。对，好，那为什么丢出这个10兆这个事情？好，10兆这个事情就是因应川普。好，我们再看这个是29号的新闻，再看另外一个新闻，财政专家贾康。贾康是谁？贾康谁？贾康是温家宝的核心幕僚。那贾康讲的话，在 Bloomberg 讲的话，怎么可能被登出来？好，刚才讲到2024年的10月3号，贾康讲政府要考虑发行多达10兆的国债刺激经济，结果今天就确定了，代表贾康讲的是真的。那贾康是谁？贾康是温家宝的人，就代表这跟温家宝有关系。对，摆明了就是说，现在中共中央要采取的救市的策略跟方向，就是温家宝的策略。那你这样讲，导播就看就这个画面，所以当时就在想，你中国在这个会议这么大的会议里面，在国庆会议里面，你怎么搞了这个主桌？这个主桌里面，你一边坐的这个是温家宝，一边坐的是李瑞环，这2个都是改革开放的大将，这2个以前都已经被你头衔散置，这以前以为都已经不问世事，居然又被你请回来，又把你坐在旁边。坐在旁边之后，现在这个救市计划就出来了。
对，然后你看到这个今天的这个路透社新闻里面哈，完全没有提到习近平，就10兆美元计划里面没有提到习近平。真假的？对，完全没有提到习近平，所以这整个就是人大常委会通过啊。人大常委会通过没有？这跟谁不是中央领导啊？对，所以这整个的味道已经有从这个经济救市的这个方向来看的话，虽然只是预估啦，对，然后但它的方向2个重点，给我们看2个重点，一个就是川普当选压力非常大，他们要准备紧急的措施，对，然后第2个原来的措施原来方法不够用，不够用了你，这个几千亿丢下去根本没有意义。是失败的，杯水车薪的。我要现在用然后第2个就是温家宝策略，就温家宝的策略已经被目前看起来因为路透社还是带风向，对，但真正通过才算数嘛，看起来是要走温家宝的路线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在这个中央巡视政治局会议里面，就突然间传出来一个可上可下，要严格推动民主集中制，然后领导干部要可上可下，这就变成2个加起来看的话，就变得非常非常敏感。好，所以体会刚才讲的，现在万圣节到了。中国的鬼故事居然就一个一个的跑出来。刚刚讲的北戴河会议之后，习近平居然消失了2个月。消失2个月，有人讲中风应该不是，而应该讲他受到内部极大的一个权力的挑战。受到权力挑战之后，他重新回来以后，刚刚讲很多事情都改变了，很多事情改变，你要把2个事情一起看，就是温家宝现在坐在他旁边。现在这个所谓的救市这个大手笔的计划，完全是跟当年2008温家宝的整个策略是一模一样的。再加上现在这个东西，真的代表现在这个习近平的权力结构已经出现松动了吗？对，所谓无风不起浪啊，我看了中共内部来讲的话，应该有很多事情正在发生，只是我们外界并不知道而已。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讲联合利剑演习的时候，对，那时候本来我们就听说了，习近平已经到了厦门，已经到了漳州，然后也到东山这个地方去，结果呢，其实陪他的竟然不是一个专业的，比如说何卫东啊、张幼霞这些啊，在旁边呢，整个陪他在视察整个东西，而且来讲的话，好像控制部队控制不住的感觉啊，这是第一个迹象。第2个迹象来讲，可是以前不是讲吗？在中国的领导人，任何领导人，第一个要抓的什么？你要抓枪杆子，要抓枪杆子，你才可以高枕无忧。可是你从2024这所谓的联合利剑演习，这个枪杆子没有那么稳了，是，而且草草结束。那照道理讲的话，应该要连续好几天才对啊。没错。为什么草草结束呢？再来，为什么跟印度跟菲律宾关系会退让各3尺的概念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本来习近平不是要大家勇于斗争吗？有一个大家去对抗吗？勇于斗争，敢于斗争。现在为什么突然间又缩回去呢？再来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像俄罗斯普丁对他的意见还蛮多的哦。对，你要帮忙也不太帮忙到底，然后你跟美国又眉来眼去的，到底你在搞什么鬼？再来一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温家宝出现在他旁边。我要跟各位讲啊，2017年温家宝的儿子叫温云松，下落不明。对，请问他儿子跑到哪里？现在解决了吗？是不是？当时最怪的一件事情是，当时《纽约时报》特别点名了温家宝家族贪财，也就是他的太太掌握了整个中国的钻石事业，他的儿子温云松掌握了很多的外资的买卖，很多在外资对中国的投资都是由他儿子垄断，这个对温家宝非常的不利。没有多久，温家宝就下台了。是，而且温家宝那时候脸非常臭，你知道吗？而且马云也跟温家的很多关系都绵密的关系。没错。然后再来一件事情，你看到竟然温家宝可以坐在习近平旁边，然后笑容满面，事情解决了吗？是不是各退3尺了？然后代表说什么意思？各退3尺又何妨？各自怎样？各自去这个，因为习近平这样，我用的李强，我用的这些人，丁薛祥。救不了事嘛，中国经济救不起来嘛，那你要接下来面对美国川普的话，你要怎么不知道？所以现在怎么办？把元老请出来，元老讲的意见我总要听下去吧。而且更何况当年来讲是胡锦涛跟温家宝力保习近平，他才有办法夺权的。所以现在来讲的话看整个局势来讲，对自己根本就不利。我今天只好什么，跟元老级的大家互相各退3尺，来你来帮忙啊！所以这些讯息传出来说，温家宝其实我觉得还是姜老的辣。他知道说接下来的这个中国到底要往哪个方向走，才能够跟美国来做什么平起平坐来跟美国力拼嘛。所以现在大家都在因应川普上台，但是因为川普的暴风，川普的这个席卷全球的暴风，习近平可能自己也挡不了，所以今天只好把元老讲的话听进去。但是呢，我觉得这都是习近平的什么缓兵之计而已。缓兵之计。如果今天的这个风头一过，他可能又露出原形了。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各种消息非常混乱，但是我们至少了解到整个中国内部有一些动荡的局面出现了。对，辉仔，你长期跑这个财团的这个财经界的权力斗争，真的有那种杀伐的味道吗？是，宝杰哥，事实上真的有点不寻常哦。我记得在今年10月1号还2号的时候，其实外电新闻有一篇相关的报道，报道是什么？他说过往只要是中国的这个国庆11国庆哦，美国都是提早庆祝他们，或者是当天庆祝。他们特别报道说，今年的那个11国庆，竟然美国是到10月2号，还是隔一天才庆祝。他们就从这个端倪里面发现说不太寻常哦，这有什么不一样？他们都觉得说，比较失礼。后来那个事情发生之后，我还想说，会不会人家只是有没有放假或什么的，晚一天啊，这有差很多吗？结果隔一天，隔一阵子，马上又有另外新闻，什么新闻？就刚刚提到李强到越南去，是人家的国家总书记出来接见，等于是他们的一把手接见你李强的二把手。结果呢，照了他们就说也不对啊，以前是很讲究这种一把手、二把手，所以那一次的事件之后，又有人讲说不对哦，看起来不太对劲。然后呢，又有相关讯息说，包括5大区的一些那个军人，竟然军职都被那个习近平的亲信都被换掉，变成是张幼霞的人。所以那时候其实10月就有一些氛围。那最主要的一个情况是，现在看起来，不管是钱袋子、枪杆子，或者是笔杆子，这些感觉上，习近平没有一个握在手，显见真的有大事要发生了。